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以色列美角的频道。今天我人在距离加萨走廊只有不到5公里的地方，这个城市叫做 Sderot。那今天呢是祝棚节第3天，这里旁边就有一个小小的祝棚在我们搭的巴士后面。那接下来几集我会来跟大家分享大家对10月7号有的一些疑问。那今天的日期是2025年的10月9号，距离10月7号到现在就是2周年的时间了。我们终于等到了一个好消息，就是在早上的时候，据说啦，谈判已经就是成功了，以色列方跟哈马斯那方都已经同意了这个谈判的结果，所以最快的话就是5天之后人质就可以完全的被释放。48个人质里面只剩下不到20个人是活的。那2023年10月7号那一天早上，包含这个城市在内都被哈马斯攻击。总共有接近1200个人，包含军人、包含平民都被哈马斯杀。但是呢，网络上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就说，这是以色列自导自演，或者是哈马斯没有做大屠杀这样子的事情，或者是婴儿根本就没有被杀害啊，类似这样子的声音就出现了。所以今天我们的行程跟 Abraham Tours。这是大家都可以参加的行程，导游就会带我们看一些关键的地方，那我就会分几集来跟大家分享。好，我们爬了一个坡，现在到这个观景台，可以看得到应该那边就是加萨，那个我有看到一个围栏。那2023年10月7号早上6点29分，哈马斯就从加萨那边射了超过1000枚火箭炮。那在大家躲火箭炮的时候，哈马斯他在65公里的这个围墙，他找了30个点去炸掉他这个水泥墙，然后用那个水泥做一个桥，然后后面的人就可以这样子带着武器冲进来。那通常这个围墙它是有检查哨嘛，它是有可以去侦测的，但是哈马斯他已经提早就用无人机去摧毁这些侦查的功能。那这些画面都是哈马斯自己直播出来的，这其实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这完全就是一个很精心策划的一个军事的攻击。哈马斯完全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然后刚刚导游也有说，就是他们冲进来，他们每个人都有地图，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负责要去到哪个地方做攻击。这是哈马斯给自己内部关于以色列地图，他们要怎么样子去攻破，如果成功了攻破，那下一个步骤去哪里，这是他的编制，他的小队里面有多少人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如果成功了 OK， 那你要看你要到 B14 的这个位置，所以他们非常的清楚每个人要做什么。以色列人 Alon 也收集了很多第一手的证词，在 Amazon 上有简体中文版，当中也有提到哈马斯拥有太多情报。刚刚导游也有说，就是在网络上有越来越多奇怪的声音，就是说以色列在自导自演这些事情，然后哈马斯真的冲进来的只是几个人这样子，然后以色列夸大了这些事实。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影片很重要，我们会带大家看和听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大家可以就是得到第一手的资料，然后来自己做决定。那今天的情绪也是很微妙，因为祝棚节我们必须要开心，但是又是以哈战争发生的地方，这是非常悲伤的。但可是又有那个人质的协议，已经达成了，人质可能下礼拜1就会回来。可是我们又不知道哈马斯会不会又就是毁约，因为导游说上一次2005年的那个第2次大起义，以色列跟加萨才刚达成协议，然后马上1个小时内，加萨那边就去绑架一个以色列士兵，杀了他，然后把他的尸体绑回去加萨，那个人现在还在那边。所以导游有说，如果说这是以色列军方，导游有说，如果等一下就是那个哈马斯又突然射火箭炮过来的话，就代表他知道哈马斯没有错，但是导游希望他是错的，他希望这个和平协议是真的可以进行当中。我觉得刚刚反应有点夸张，但是真的你突然听到嘣一声，你会吓一跳，而且真的很近。这个导游超厉害，我非常推荐。然后我觉得所有的团员都好勇敢，因为我们真的离加萨超近的。那10月7号那天发生的时候，我们是在耶路撒冷，那时候我们也是看新闻，然后就知道说恐怖分子
竟然可以突破以色列跟加沙之间的这个边境冲进来，一大堆恐怖分子。然后到晚上了，新闻还说，就是恐怖分子还没有完全抓到。所以接下来2天啊，就是我忘了是政府还是就是大家民间自己就说尽量不要出去。那就连我们在耶路撒冷，我们都有这个压力。我记得我们的邻居他完全没有出门。然后他还叫我们去买收音机，意思是说，就是如果你真的被关在那个安全室防空洞里面的话，然后又没有网络的话，你需要靠这个收音机才能够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很坚持要我们去买收音机。然后那个时候大家还有在讲说要怎么样安全室防空洞的安全室上锁，如果你可以就是成功的让哈马斯恐怖分子不能进来的话，你才有活下去的胜算。所以大家就是在讨论要怎么样子就是让那个门可以锁起来。那重点是我们住在耶路撒冷，我们都在就是学习这些事情，因为大家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害怕。这也是为什么哈马斯当时要开直播，更甚至哈马斯自己内部还有做 SOP 来教要怎么样子去直播他们的恐怖袭击。在 SOP 里面，第一个步骤是擦镜头，你要把你的镜头擦干净在这里，然后教你怎么样子用这个 Skype， 还有另外一个是叫做 VK， 然后还要关闭来电，这样子才不会影响到直播。为什么要直播恐怖行为？因为这样子可以给人更多的恐惧感。那我放这些敏感的画面的话，影片就不能盈利，但是我觉得还是很重要。那这个影片呢，就是哈马斯抓了一些人质，有一些看起来也不像是以色列人。这个呢是在以色列奇布兹的街道，这些影片都是哈马斯自己拍的哦，就是要让世界知道，他们很厉害，要赢以色列了，他们有能力去突破以色列的围墙，然后去抓这些人质。在当时他觉得很骄傲，但是现在这些都是证据，这就是哈马斯对以色列平民做的事情。你看，这个还是老人家，然后这个影片是哈马斯对从音乐季要逃离的年轻人的这些车辆做无差别的攻击，这些都是哈马斯恐怖分子。这也是哈马斯突破围墙，然后不断的直播，然后也有所谓加萨的平民，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直播出来的东西，去抢以色列的车子啊。那有些人在网络上就说是以色列开门让哈马斯自己进来，所以以色列在自导自演之类的。但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以色列还是有围墙，但是哈马斯他就是先炸了这些检查哨，让以色列没有眼睛没有耳朵，然后他们就突破了围墙。一开始是30几个点，然后第二波进来的人，他们大部分都不是穿哈马斯的衣服，就是一般的所谓平民。总共加起来是6、7千个恐怖分子。然后最后在这个65公里的围墙，至少有120个地方是被他们破坏冲进来的。这部分就是在讲所谓的平民，加萨平民参与在10月7号的行动，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被以色列逮捕嘛。你看，这是以色列的坦克车，有多少所谓的平民也来去打劫啊，然后杀人啊、强奸啊、绑架人啊，他们都有参与在其中。这是一个已经死掉的以色列士兵，你看这些人抢他的身体，好像是在抢一个战利品一样。然后被哈马斯攻击，然后烧起来的以色列坦克车，然后他们平民也参与在绑架以色列人质，这是一个老奶奶。这些都是所谓的平民。然后你看，连以色列小孩的脚踏车他们都抢走，所谓的平民也是跑过了那个围墙来对以色列人进行打劫。这看起来也连18岁都没有，可是在媒体上面就会说孩童。但是他们确实是参与了啊。他可以选择不要做这样的事啊，做了就要负责啊。
所谓的平民去绑架以色列人，然后重点是还有记者在那边拍照。这是以色列人质，这是那个 Bibas 家庭的爸爸，他后来有被释放，但是他太太跟2个 Bibas 小孩都被绑架，然后死在加萨。你看这些人，他一个人他怎么能够去抵挡这几十个人？然后所谓的平民，你看脸长这个样子，充满着对犹太人的憎恨。这是同一个老奶奶，然后这个是那个 Shani Look， 一个德国的模特儿，她当时已经是死掉了，然后这些人把她的尸体抓回去。对啊，所谓的平民啊，平民。这部分是哈马斯还有加萨平民对以色列人做的事情，他们抢了以色列的马呀、财产啊，也有车子啊，这个部分是马。然后你看，这些都是所谓的平民啊，他们也是很高兴的在直播这一些事情。所以平民参与在这个对以色列的袭击当中，所以以色列逮捕了平民，这是有原因的，你参与了嘛？然后这是哈马斯去绑架人质，已经受伤的人质，然后这些平民，加萨平民也是帮助哈马斯。我会说哈马斯是有枪的，我觉得叫哈马斯，可能没有穿制服的这些所谓的看起来像平民的人，也其实是哈马斯。这是我先说穿便服的叫他们为平民，然后你看这些所谓的平民很高兴去抢劫以色列的东西，然后绑架人质，然后这是哈马斯还有所谓的平民去绑架以色列的真的平民。这是那个有2个小孩子，最小的婴儿才9个月的那个 Bibas 的妈妈，然后你看绑架老人家，以色列老人家被哈马斯还有所谓的加萨平民绑架。刚刚来的这个路上啊，我觉得蛮感动的，就是我看 Sderot 这里大概是2-3万的犹太人还是住在这里耶，他们没有因为10月7号那天发生的事情，然后就离开他们的家。那现在我们在过祝棚节，现在是第3天，然后你看大家阳台都有那个搭祝棚，然后也有人坐在他们的阳台那边，你就看得到犹太人他们对土地的一个执着，还有他们生命的韧性。基本上住在这里的人，他们都有认识的人死在10月7号里面。但即便是这样，他们也没有就是害怕，然后离开他们的土地。刚刚导游说在以色列境内都会有那个阿吉卡，就是警报声，然后你会有1分钟的时间可以逃到防空洞。但是在这里，因为距离加萨只有5公里的距离，所以那边如果射火箭炮的话，这里会有人拿麦克风就直接说阿吉卡就是防空警报，然后我们就要赶快跑到防空洞。15 seconds, but people who live in the road, they tell you like it's 7 seconds. 导游在这边分享，如果怎么样的话，我们就是冲来这边的防空洞。这些炸的都是隧道，在加萨有大概超过500公里的隧道。那 IDF 以色列国防军到目前最多也只是摧毁了40%。我们现在要去被摧毁的警察局。那在这边还可以看得到 Sderot 居民住的房子，还有新盖的大楼。感觉这边是来做新兵训练的以色列士兵。这是他们 Sderot 祝棚节的嘉年华，刚刚有看到广告，好可爱。所以他们还是继续在这里生活。我们现在就到了发生悲剧的那个警察局，还在同一个城市，这是防空洞。然后在我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壁画，就是纪念警察。那这就是过去警察局的地方，现在他就做了纪念碑。以前这里就有一个警察局，这是警察局本来的样子，2层楼，然后他们在上面画一个妥拉神的画，觉得还蛮感人的。这就是之前
警察局的样子，然后他们就射火箭炮，然后哈马斯恐怖分子进来，在街上就开始杀人，随便杀人。这里有写，这是在礼拜六 Simchat Torah， 就是欢庆妥拉日，10月7号，以色列碰到了最大从建国以来最大的一个恐怖攻击。我们的团在这里，然后这边就有一个祝棚，大家都可以用拿来祷告。然后这里有一个以色列团也在了解10月7号，都是年轻人，不知道是不是还没有当兵，17、18岁的那种。别人17岁的时候可能在家打电动，以色列17岁的小孩就要来到这种地方，然后来知道我们的敌人对我们做了什么事情，然后我们为什么需要当兵。那我们现在就是在 Sderot 警察局原来的地方。Sderot 这个城市有很多移民是从以前的阿拉伯国家被赶出来的，也门啊、埃及啊这样。那10月7号那天，恐怖分子他们就直冲警察局，然后就占领了警察局。到晚上10点的时候，以色列他就是最终确定里面没有军人，才派那个坦克车，然后把这个警察局摧毁。一直是到摧毁了以后才知道，原来里面有大概26个到28个恐怖分子。这个纪念碑有18个柱子，因为18在以色列象征生命，就是在纪念62个在 Sderot 被杀的人，其中还有包含2车的老人家，他们是从这边经过这边要去死海玩，那他们的车爆胎，所以在这里修车的时候是碰到恐怖分子。这些就是受害者的名单。在 Sderot 有62个人被哈马斯谋杀，其中16个是警察。那他们的故事就被放在这里，大家可以读，如果有来的话。像这个，他是从乌克兰在1990年的时候移民回来以色列的人。然后这个是那个军人。这些是讲阿拉伯文的，应该是贝都因人。那在网络上就会有人说，以色列不是很强吗？有很多的情报，纳坦雅胡一定有情报了，然后他故意让哈马斯进来，然后造成这样子的灾难，所以就可以拿回加萨的土地之类的。所以这系列的影片就是会来慢慢的去想这个逻辑是否正确，那大家也可以自己去评估。那基本上，10月7号的战争的发生，它是在赎罪日战争的50年后。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是在以色列很奇迹般的打赢了1967年的6日战争之后，短短7年之后而已。那以色列在赎罪日战争输得非常惨，他们完全没有料到就是埃及会向他们动手。那同理，以色列他在10月6号之前，他对哈马斯的态度就是觉得，他们顶多就是演习而已。那以色列这边有的情报，在2022年的时候有一个耶利哥墙的一个报告，就是在讲，哈马斯可能会这样子突破围墙啊，进来绑架人质啊。可是因为以色列它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你这些的假设，你需要有一个很具体的一个警告或者是什么样东西，要有一个日期，大家才能够去回应，那不然就是会不了了之。然后在2023年的时候，又有一个女生的那个分析师，她有看到这个报告，她有提出来，但是同样就是被她的上级就是压下去。那这也包含了在边境的那些观察人，以色列女兵，他们也有发现异常，但是以色列就是带着那种自满，觉得哈马斯不敢，所以这些东西他们都忽略了。一直是到礼拜5早上的时候，哈马斯那边就摧毁了以色列的那个 surveillance balloon， 它的那个气球就等于是以色列的眼睛。但是在以色列修理的工人，礼拜5基本上他就不上班了嘛，因为晚上要安息日，所以虽然坏掉了，但是没有及时的去处理。然后情报局是有发现说，礼拜5去清真寺的人数有变多，然后在加沙境内，开以色列的信卡的人数也有变多。然后还有哈马斯的领袖居然跑到隧道里面，那这一些证据，我们回头来看会觉得说很合理啊，会有一场战争的爆发。
可是，在那个当下，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子的规模。所以情报局他们虽然是半夜的时候就有这些情报，但是他们不觉得有那么严重，一直是拖到早上6点的时候才告诉总理。那我们知道哈马斯他们是早上6点29分的时候就射这些火箭炮，然后冲过围墙，所以一切等到以色列总理已经知道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时间可以做反应了。那网络上也有一个说法说，这些以色列爆出来的死伤的军警人数啊，大部分是被他们自己人杀的。但是这个行动叫做 Hannibal Protocol， 它是只针对军人，它不适用于平民。在战场上，如果说你的士兵已经受伤了，然后他要被抓去当俘虏，在真的不得已的情况下，你知道他没有办法被救了。那为了保护这个士兵不要被抓去当人质，被那个残忍的去折磨，以色列这边确实是有这个行动，是可以去终结这个士兵的生命。但是这个哈尼巴的行动是不包含针对平民的。那这个地图是10月7号哈马斯入侵以色列的地图，这个是一个一个的奇布兹或者是村庄，还有就是Nova Festival 就是音乐季屠杀的地点。那如果把红点点进去，你可以看得到他们的故事，每个红点都是一个个人的故事。他会写说他的年纪啊，如果有照片有故事的话，都会放在这个里面。那这是随便点的，这是他们的家，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一样的姓氏。所以总共以色列统计是接近1200个人被哈马斯屠杀，军警的人数大概最多占400个人。也就是说，就算有那个汉尼拔行动，它也是少数，不能够说整个10月7号大屠杀是以色列人自己杀自己人，没有，这是很清楚的，这是从哈马斯这边很精心规划的一个屠杀，针对以色列这些有人居住的地方。而且大部分这些死者的名单啊，你都可以看得到，他们就是普通的平民，也可以看得到他们的年纪，很多都是年轻人或者是孩子。那像这是一个村庄，你可以看到里面的人很多都是比较年长的，60、70、80岁的都有这样。那我们下一集会带大家看在加萨边境 Nova 音乐季大屠杀的现场。我们会试试看来回答，会不会大屠杀其实没有发生，会不会一切都只是以色列捏造出来的数字跟故事。好，那这一集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大家拜拜。